欢迎观看意想不到的中文词源双语教育视频系列。本视频配有普通话讲解，并提供同步英文字幕。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这个成语，用来比喻无辜者因他人的祸事而受到牵连和损失。那么，这个成语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历史由来呢？关于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的最早记载，可追溯到北朝东魏使君司杜弼所作的宜良檄文。文中写道：但恐楚国王园，祸延林木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其中猿就是猿猴的意思。这句话的大意是，楚国丢失了一只猿猴，为了寻找它，可能要砍伐整片森林，而城门一旦失火，也会连累池中的鱼儿遭殃。用这样的比喻，形象地说明祸事往往会牵连无辜。后来，《太平广记》在引用风俗通时，对这一典故做了更为具体的描述。宋城门失火，人汲取池中水，以握灌之，池中空竭，鱼息露死。意思是说，宋城的城门起火，人们纷纷到池中汲水救火。由于取水过多，池水很快被舀干，池中的鱼全都暴露在外，最终干涸而死。这个故事也进一步形象地说明了，一处灾祸的发生，往往会波及原本无辜的旁人。关于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的典故，民间流传最广的正是这个故事。相传宋国的城门坚固无比，每当外敌来犯，只要紧闭城门，城中百姓便能安然无恙。城门前环绕着一条护城河，河中栖息着许多鱼儿，而这条河也是城中重要的水源。有一天，城门不慎起火，火势迅速蔓延。人们见状大惊，纷纷赶到护城河边汲水救火。由于救火心切，大家一桶接一桶的提水，很快便将河水舀得几乎干涸。那些鱼儿也因河水枯竭而暴露在河床上，最终难逃一死。于是，人们便用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来形容这样的情形。一处灾祸的发生，往往会牵连无辜，使原本与事情无关的人也受到波及和损失。然而，这个成语的来源还有另一种鲜为人知的解释。译文类聚引风俗通记载，城门失火，祸及池中鱼，就说池中鱼，人姓名，居晋城，城门失火，延及其家，终于烧死。意思是说，池中鱼并非池中的鱼，而是人的名字。此人居住在城门附近，城门失火时，大火蔓延到他家中，最终被火烧死。清代学者杜文澜在《古谣燕》卷3中进一步指出，这里的池鱼其实是池中鱼的简称。根据古籍记载，北魏孝文帝时期有一位名叫池仲鱼的人，仲与中古音相通，因此也被称为池中鱼。他曾被封为城门侯，居住在宋城城门附近，大概负责看守城门。有一天，城门突然起火，由于他家距离城门很近，房屋也被大火引燃。火势猛烈，不仅城门被焚毁，池仲鱼一家也未能幸免，最终葬身火海。还有一种说法认为，池仲鱼在这场大火中并没有被烧死，却因此遭遇了更大的祸患。朝廷认为他守城不力，失职渎职，不但罢免了他的官职，还连坐其家族。于是，后世便用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来形容无辜之人受到牵连。时至今日，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已经成为一个常用成语，有时也说池鱼之殃，祸及池鱼，池鱼之祸等，表达的都是灾祸波及旁人，无辜受累的意思。比如，两家公司恶性竞争，结果导致整个行业利润大幅下降，真是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与之含义相近的成语还有无妄之灾和飞来横祸，指的是本不该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祸，却意外降临。比如，那辆车因司机酒驾冲进路边小店，店家真是遭遇了一场无妄之灾。在毫无预兆的情况下，公司突然宣布破产，员工们也因此遭遇了一场飞来横祸。成语不仅是简短精炼的词语，更是历史、故事与智慧的结晶。了解它们的来历，也是在走进并读懂中华文化。如果你喜欢以上内容，请记得帮我们点赞。
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，以观看更多的优质双语教育内容。